今天我们来聊聊国际外交中一个敏感的名字——台湾。这两个字看似平凡，却在国际场合几乎成了禁忌。长久以来，世界各国谈到台湾时，总是用各种委婉的称呼。奥运赛场上的中华台北，经贸办事处里的台北办公室，外交名录中的某某协会。对于台湾这个名称，多数国家讳莫如深，唯恐触怒北京。然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例外，有国家公开喊出不是台北，是台湾，勇敢地为台湾证明。这在国际政治的高压下是如何发生的？北京的怒火烧得再旺，为什么却奈何不了这些国家？要了解这个局面，我们得先明白台湾为何会被称作台北。这背后牵动着半个多世纪的两岸角力和国际默契。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取代了台北的中华民国代表权。自此，绝大多数国家转而与北京建交，台湾失去了联合国席位，也失去了在国际正式场合使用国名的权利。中国政府则强硬要求，凡与其建交的国家不得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不得在官方往来中使用台湾字眼。一时间，台湾仿佛从世界外交词典中被抹去，只能以台北为名参与非官方活动，以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之名勉强出现在奥运等国际组织，甚至连跨国企业或民间场合都时常被中国要求不得将台湾单独列明。许多国际航空公司的网站在北京压力下，把台湾改称中国台湾，或干脆从国家选单中移除。连全球旅游订房网站、酒店集团的系统中，如果选项出现 Taiwan， 都可能被要求修改。如此无所不在的前置，凸显出台湾两字在北京眼中是多么敏感的一根刺。台湾并非甘愿沉默，几十年来，台湾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股正名的声音，渴望以自己堂堂正正的名字重新走向世界。正名这个词在台湾政治语汇中指的就是摆脱模糊称号，以台湾为名展现主体性。特别是进入90年代民主化之后，台湾人民的国族认同日益从中华民国转向台湾。无论执政者怎么变，民间要求正名的呼声不曾间断。台湾政府也曾尝试各种方式拓展国际空间，例如争取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不过均因中国反对而受挫。在国际现实中，每一次试图突破都会遭遇北京的激烈反应。中国将一中原则视为核心利益，不允许国际社会有任何丝毫动摇。所以长久以来，无论台湾如何努力，在各国官方层面，台湾这两字始终难见天日。但最近几年，全球接连出现几个勇敢的艺术。首先备受瞩目的是欧洲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以往在国际新闻中并不常见。然而2021年，立陶宛竟做出一项震撼国际的决定，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要知道，在此之前，台湾虽然也在许多国家设有驻点，但都低调地以台北或类似经济文化名义作为掩护。立陶宛此举等于公然冲破中国设定的红线，是18年来台湾首度在欧洲新设代表处，且第一次堂堂正正挂上台湾二字。消息一出，北京政府立刻气炸。为什么立陶宛敢如此冒犯中国？这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和长期酝酿的铺垫。立陶宛曾长期被苏联统治，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争取独立时，吃尽了强权的苦头。他们对共产集权的反感与戒备，深深烙在民族记忆中。进入21世纪后，立陶宛投入欧盟和北约的怀抱，自我定位为民主阵营的一员。随着中国在欧洲的经济政治影响扩张，立陶宛对北京的戒心也与日俱增。他们不满中国主导的17+1中东欧合作机制，认为那不过是北京拉拢各国的统战平台。于是2021年初，立陶宛毅然退出了17+1机制，高调谴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打压香港自由等行径，公开表态与台湾交朋友。早在那之前，立陶宛就用行动表明立场。2021年6月，立陶宛政府无偿捐赠2万剂疫苗给当时疫情严峻的台湾，成为欧洲第一个对台伸出援手的国家。这份雪中送炭的义举在台湾民间引起巨大回响，
许多台湾人透过网络向立陶宛致谢。可以说，立陶宛早已决定在价值观上与中国划清界限，也在逐步拉近与台湾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立陶宛执政团队酝酿了一部大旗升级与台湾的关系，以彰显其对民主自由的支持。时任外交部长兰百基斯 Gabrielius Landsbergis 和国会多数议员都主张提高台立往来层级。他们认为台湾是理念相近的伙伴，应该拥有更多国际空间。而最能表达支持的方式，莫过于让台湾代表处直接以台湾为名公开运作。这象征意义非同小可，等于间接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地位。虽然立陶宛总统在过程中对此有所顾虑，他抱怨事前沟通不足，称名称问题是技术性错误，但政府最后仍顶住压力推动此案。2021年11月的一天，立陶宛首都的街头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新招牌，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对台湾而言，这是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而言却仿佛一纸挑衅书。北京当局大为震怒，立刻祭出一连串报复措施，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要求立陶宛也撤回驻华使节。外交部发表严厉声明，谴责立陶宛背信弃义，甚至扬言要将这个跳梁小丑般的小国丢进历史的垃圾桶。随后，中国对立陶宛发动了经贸制裁，将立陶宛悄悄移出中国海关系统，仿佛这个国家在贸易名单上蒸发。立陶宛产品进不了中国港口，货柜被无故滞留，订单被迫取消。中国还透过官方媒体警告其他国，看看立陶宛的下场，如果谁胆敢消油，就准备付出代价。立陶宛顿时承受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他们原本就相当仰赖出口。突然之间，中国这个潜力庞大的市场说关就关，许多立陶宛企业面临订单被砍、货物积压的危机。国内也开始出现杂音，反对派批评政府逞英雄，却害苦出口商。一些民众担心为了台湾得罪中国是否值得。当时看来，北京的如意算盘是用雷霆手段教训这个以小犯大的挑战者，借此警告全球，没有人可以在一中原则上踩红线。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出乎北京意料，立陶宛并没有因此屈服道歉，相反地，他们一面把中国告上国际舞台，一面寻求盟友支援。立陶宛政府向欧盟控诉中国的经济胁迫，欧盟执委会很快表态支持并提出正式抗议。2022年1月，欧盟更罕见地将中国的这种做法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WTO， 指控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也公开站在立陶宛一边，不但发声赞扬立陶宛的道义勇气，还立即着手协助立陶宛企业转单。美国进出口银行宣布提供立陶宛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额度，帮助受影响厂商开拓其他市场。华府官员明确表示，不会让立陶宛独自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北约的欧洲盟国们则在外交场合力挺立陶宛，强调任何对一个成员国的打击都是对整个联盟的挑战。此时人们才发现，立陶宛之所以敢强硬，背后其实有整个西方民主阵营做靠山。正如有分析指出的那样，立陶宛共享着欧盟和北约的保护伞，某种程度上，它顶住的不是自己单薄的国力，而是集合了盟友的力量。台湾方面更是对这一举投桃报李。台湾政府深知立陶宛冒此风险实属难能可贵，于是在第一时间展开各种援助行动。台湾外交部宣布设立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专款用于投资立陶宛等愿与台湾深化合作的国家，协助他们发展先进产业。接着，台湾组织多个采购团赴立陶宛，从食品、农产品到雷射科技产品，都签下了大笔订单，以实际行动弥补立陶宛失去的中国市场。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插曲是，2022年初，中国拒收一批来自立陶宛的兰姆酒，眼看货品将滞销报废，台湾的政府与民间企业联手买下了整批酒。这批自由之酒运到台湾后销量火爆，甚至一度供不应求。台湾民众用行动表达对立陶宛的感谢，许多超市货架上都贴出立陶宛国旗的小标志，提醒顾客这是来自友邦的产品。立陶宛的啤酒、巧克力、乳酪等商品也透过台湾通路成功打入亚洲市场。可以说，在各方奥援下，立陶宛硬是挺过了中国的第一轮怒火攻势。然而，
中国没有就此罢休，北京继续寻找立陶宛的痛点，加码施压。他开始透过第三方阻击立陶宛，要求欧美跨国企业不要使用立陶宛制的零件或原料，否则将在中国市场受到刁难。例如，德国一家汽车零件供应商就传出被中国客户要求切断与立陶宛厂商的合作。这种株连式制裁使一些立陶宛出口业者陷入困境。此外，中国还降低立陶宛在国际组织中的待遇，阻挠其参与一些多边会议，以全方位孤立这个麻烦制造者。对立陶宛而言，这场外交风暴演变成持久战，不仅考验着政府的定力，也在磨耗着国内民众的耐心。随着时间推移，立陶宛国内开始出现更务实的声音，有人质疑是否应该考虑将代表处名称改回台北，以换取中国停止报复。毕竟经济层面的损失与日俱增，而台湾能给予的补偿终究有限。尽管如此，立陶宛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退让改名，台湾代表处依然在维尔纽斯运作，门口的牌子上台湾的字样清晰可见。立陶宛还顶住压力继续深化对台合作，多位立陶宛高官接连访台，包括经济与创新部长率团来台招商，农业部长出席在台举办的农业论坛等，双方签署了半导体、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备忘录，甚至讨论台湾协助立陶宛建立晶片研发中心的可能性。这些实质成果让立陶宛国内逐渐意识到，远离中国不等于没有出路，与台湾和其他民主伙伴加强经贸往来也是一条可行之路。更何况，立陶宛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不少赞誉和道义支持，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国家形象。立陶宛的坚持也在欧洲引起蝴蝶效应。2022年，波罗的海邻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双双宣布退出17+1合作机制，表达对立陶宛的声援，明确拒绝北京对区域的离间统战。欧盟内部开始讨论建立反经济胁迫机制，以系统性地反制中国对单一成员国的惩罚行为。与此同时，欧洲多国的对台态度也在转变。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议会纷纷通过决议，呼吁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2022年底，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报告，建议欧盟执委会评估将驻台北的欧盟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的可能性。这是欧盟层级首次出现驻台湾的提法。虽然这些建议短期内未必会落实，但已经展现出立陶宛带来的示范效应。连欧盟这样的大型政治实体都开始严肃思考对台证明，足见风向的微妙改变。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终究存在落差。随着时间推移，立陶宛国内对中国关系的讨论出现了新的声音。2025年底，立陶宛国会选举后出现政权更迭，一位新的总理鲁吉尼涅 Inga Ruginian 上台执政。这位新任女性总理在接受专访时，对前朝允许台湾代表处的决策提出了罕见的公开批评。她形容立陶宛当时的作为是冲到火车前面，低估了现实政治的冲击，言下之意是过于鲁莽。鲁吉尼涅坦言，立陶宛原本以为主动出头挺台会获得国际肯定，结果事与愿违，经济上反而吃了苦头。他主张欧洲对中国应有共同立场，小国单兵突进并非上策，因此他上任后释出希望逐步修复对华关系的意愿。这番表态一出，外界纷纷猜测立陶宛是否会在新政府领导下改弦易辙，甚至考虑将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求换取中国善意。然而，截至2026年初，立陶宛并未采取改名行动。新政府虽强调务实，但也明白证明台湾已成既成事实，贸然推翻不仅颜面无光，还可能在国内引发更大争议。毕竟几年下来，立陶宛已经付出代价走上这条路，如果此时掉头，只会让国际上觉得立陶宛顶不住压力而投降，反削弱其国际声望。而中国方面也未见对立陶宛态度有明显软化，北京仍坚持要立陶宛先纠正错误。于是立陶宛眼下选择暂维持现状，台湾代表处的牌子还挂着，但政府在谈话中刻意降低此事条门，以期待双方关系逐渐解冻。在外交上，立陶宛总理呼吁和欧盟、美国步调一致，不再单独出头挑战中国。
在经贸上也开始探索恢复与中国的技术性接触，寻求有限度的合作空间。无论未来如何评价立陶宛这步棋，我们可以确定一点，立陶宛勇敢为台湾证明，开创了破局的先例。中国可以暂时冻结与他的关系，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但终究无法抹去台湾代表处那几个字已经在欧洲土地上出现的事实。这对台湾而言是莫大的鼓舞与突破。而立陶宛自身尽管经历了波折与阵痛，但也赢得了民主世界的尊敬。在某种意义上，他以自身经历向世人展示，小国在大国博弈中并非只能俯首听命，只要善用联盟资源，坚定信念，也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外交选择。让我们把镜头从欧洲转向非洲之角，远在万里之外有一片土地同样为台湾插上了旗帜，那就是索马利兰共和国。对许多人来说，索马利兰是个陌生的名字。它位于非洲东部，地处战乱频仍的索马利亚北部地区。1991年，索马利亚内战爆发，北部的索马利兰自行宣布脱离索马利亚独立。此后30多年，索马利兰一直保持着事实上的自治统治，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货币，在当地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秩序。只是由于非洲联盟和国际社会普遍顾忌改变殖民边界的先例，始终没有正式承认索马利兰的主权地位。换言之，在联合国的版图上没有索马利兰这个国家，但在实地你确实会遇见一个与索马利亚截然不同的社会。听起来，索马利兰的处境和台湾有几分相似，都是实质独立运作，却因政治现实得不到国际承认。正因如此，当索马利兰遇上台湾，两者之间似乎产生了惺惺相惜的默契。2020年，台湾和索马利兰共同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互设代表机构。这一年7月，索马利兰外交部与中华民国外交部同时宣布，双方将在对方首都设立代表处。台湾在索马利兰的办事处定名为驻索马利兰共和国台湾代表处，索马利兰的对台办事处则称为索马利兰驻台湾代表处。这是台湾首度与一个未被普遍承认的地区建立此种官方联系。而对索马利兰而言，台湾是继一些少数友邦，如伊索比亚在内战初期短暂承认过它之外，第一个主动与之互派代表的境外政体。消息公开后，立刻引起北京和摩加迪休索马利亚联邦政府所在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言辞抨击台湾此举，挖中国墙角，称台湾是在破坏非洲国家的团结。索马利亚政府更是声色俱厉地表示不承认任何索马利兰签署的协议，要求索马利兰当局回心转意。然而，索马利兰早已不听从索马利亚中央政府号令，北京和摩加迪休的抗议对他几乎无关痛痒。2020年8月，台湾正式派驻的代表抵达索马利兰首府哈尔戈萨 Hargeisa， 随即台湾代表处举行了揭牌仪式。让人惊喜的是，索马利兰方面以最高规格对待这个新伙伴，他们允许台湾代表处在会址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并现场演奏中华民国国歌。这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礼遇。要知道，台湾的旗帜与国歌在许多建交国都因顾及中国态度而难以公开，但在索马利兰却大大方方地迎风招展，响彻云霄。当时出席仪式的索马利兰外交部长等高官还和台湾代表共同举杯庆祝，气氛热烈。索马利兰总统穆瑟比希 Musbihi Abdi 没有亲临现场，但他透过媒体向中国放话，索马利兰是主权独立的实体，有权决定与任何愿意合作的对象往来，不会向北京低头。这句不向北京低头掷地有声，在新闻报道中传遍国际。对多年遭受打压的台湾而言，听到这样的声援无疑令人振奋。索马利兰为什么要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来拥抱台湾？道理其实很简单，现实利益与理念相通使然。一方面，索马利兰急需国际合作伙伴，台湾正好愿意伸出援手，又不像北京那样附加政治前提。对索马利兰而言，跟台湾交往可获得实质好处，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援助都是他发展所需要的。果然，自从建立联系后，台湾陆续提供了各种协助，例如资助打井、解决偏远地区用水困难、捐赠太阳能路灯、
照亮当地的村庄道路，协助改建医院，提升医疗品质，还提供资讯科技训练，培养年轻人的技能。这些实打实的帮助，比起画大饼的承诺要来得实在得多。索马利兰的官员私下就透露，他们评估过，北京虽然口头抗议，但真要弃索马利亚而直接援助索马利兰并不现实，因为那将动摇自己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与其等中国施舍，不如接受台湾这送上门的友谊。另一方面，索马利兰和台湾确有相似的历史遭遇，都曾被更大的政治实体吞并又挣脱，都在争取生存空间时遭遇打压封锁。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让双方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索马利兰外长埃萨凯伊德 （Asa Kaid） 在2022年2月率团访问台北时，就直言：“我们生来自由，也将保持自由。中国不能替我们决定要跟谁来往。”他的这番话不仅是对中国喊话，也道出了索马利兰心声。作为一个自我宣示独立的地方，他们最痛恨的就是外人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当中国以破坏索马利亚统一为由，指责索台合作时，索马利兰人反而更坚定要证明自己的主权不容践踏。他们视与台湾交往为展现自主权的重要象征。今天我可以和台湾这样的争议对象打交道，明天也能和世界上任意国家建立联系，这本身就是向全球宣告索马利兰的独立事实。中国对索马利兰与台湾走近固然恼火，但手段有限。由于中国未承认索马利兰，不存在召回大使或经贸制裁的问题。北京能做的只是继续全力支持索马利亚中央政府，避免国际上有任何承认索马利兰的迹象。同时，中国也试图以利诱和威压让索马利兰回头。据报道，中国曾通过中间人向索马利兰表示，愿意投资发展该地区的港口、公路等基础建设，但前提是索国终止和台湾的合作。索马利兰方面显然对这种有附加条件的生意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接受台湾没附加政治前提的援助与投资。毕竟，索马利兰希望以独立国家自居，如果此时听命于北京，岂不等于自称只是索马利亚的一部分？因此，索马利兰在外交上反而更加坚定，强调自己有权选择伙伴，甚至在北京谴责台湾用金钱换取外交关系时，索马利兰财政部长还幽了一默说，台湾是有给我们一些援助和投资啦，但我们可没跟他借钱。这话既表明双方合作透明，也暗讽了中国自己惯用金元收买友邦的做法。自从台湾与索马利兰建立代表处后，双方关系稳步发展。索马利兰的驻台办公室设在台北市，由一位资深外交官担任代表，积极参与台湾的各项外交活动，推广索马利兰的投资、商机和文化。台湾驻所代表处则坐落在哈尔格萨市中心，成了当地一道独特风景。办公室门口飘扬的青天白日旗，在非洲阳光照射下分外鲜艳。不少当地民众对这面旗帜起初感到好奇，经了解后知道那是远东一个民主繁荣岛屿的象征。许多人还对台湾心生向往。索马利兰的媒体也正面报道了台湾的经济成就与自由民主，将台湾塑造为学习榜样。反过来，台湾社会也逐渐认识这位非洲伙伴。虽然索马利兰知名度不高，但因为与台湾的友谊，近年在台湾媒体上曝光率大增，从新闻专题到纪录片都开始介绍索马利兰的风土民情和政治现况。台湾民间也发起了支持索马利兰的公益活动，例如募款协助当地学校改善设备等，让两地人民的情谊更进一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驻所代表处每逢重大节庆都会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包括元旦和中华民国国庆日等。2022年1月1日清晨，代表处举行了首次新年升旗，处长和工作人员们齐声高唱国歌，迎接新年的阳光。在场的索马利兰友人也为之鼓掌祝贺。此后这一传统延续，每年新年台湾办事处都在非洲土地上升起国旗。到了2026年元旦，这场升旗典礼甚至吸引了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媒体用镜头记录下台湾国旗在索马利兰冉冉升起的一刻，形容那是世界上少数能自由飘扬的台湾国旗之一。对比台湾代表处在许多国家必须低调行事不挂国旗的现况，索马利兰这片天空下的旗帜显得格外珍贵。它昭示着，即便在正式外交上寸步难行，
台湾依然可以透过巧实外交找到突破口，让自己的名字和旗帜重现于世人眼前。从立陶宛到索马利兰，一个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小个头，一个是在国际体系外追寻承认的灰色地带，前者拥有主权国家地位，但背负巨大压力，后者没有名分却敢作敢为。两者的共通点在于都选择挺身而出，公然称呼台湾为台湾。这样的举动在过去被认为几乎不可想象，而如今却真实的发生了。北京对此自然恼羞成怒，但也不得不吞下苦果。立陶宛事件中，北京倾尽全力施压，最终没能让对方改弦易辙，只落得两败俱伤。索马利兰案例则更让北京进退维谷，打也不是，拉也不是。这些都说明中国在国际上封杀台湾的策略并非牢不可破。只要有国家哪怕很小，基于自身利益或价值选择支持台湾，中国就面临两难：强硬制裁吧，可能引发更大反弹且不一定奏效；置之不理吧，又担心开了先例，影响一中原则的权威。事实上，立陶宛与索马利兰的证明之举已经在国际间引发思考。2022年初，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包含有台条款的法案，其中便建议将驻华盛顿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这如果成真，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美国可是全球超级强权，它的一举一动可能带动一连串骨牌效应。虽然该法案后来在参议院版本中没有保留这项条款，美国行政部门也顾虑中美关系敏感而未真的执行改名，但美国社会讨论证明台湾本身就极具指标意义，连美国都有人倡议公开使用 Taiwan 这个字眼，那其他国家更会认真考虑是否有跟进的空间。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个警讯。过去他们以为只要高举一中原则的大棒，就能让所有国家乖乖就范，不敢对台湾有逾矩表示。但现在，民主阵营里开始有人挑战这条禁忌，表明中国的外交威慑力正面临考验。不仅美国，许多国家的政界人士也受立陶宛等案例启发，开始主张应给予台湾更多尊重。以捷克为例，这个中欧国家近年对台友好风潮兴起。2020年，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齐尔 Miloš Vystrčil 不顾中国威胁率团访台，并在台湾立法院演说时用中文高呼“我是台湾人”，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气得北京跳脚。2023年，捷克又选出一位亲台的总统帕维尔 Petr Pavel， 他在当选隔天就破天荒地与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直接称呼对方为总统阁下。这是欧洲领导人首次在当选后如此高调地与台湾领袖互动，中国当然强烈抗议，但捷克政府顶住了压力，回应说帕维尔有权选择交流对象。再看斯洛伐克，该国也在2022年派出官方代表团访台，包括副经济部长在内的官员出现在台北，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备忘录。尽管斯洛伐克没有像立陶宛般更名，但他们也在探寻与台湾深化往来的可能。欧盟层面，除了前述议会报告，还有许多议员组成欧洲挺台小组，公开呼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台湾，为欧台关系揭开新页。这些动向都显示，立陶宛的作为不是孤立事件，而可能预示着一股趋势的开端。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愿意如此挺台湾的国家和地区仍属少数。大部分国家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不会轻易触碰北京的神经。毕竟，中国的市场和影响力摆在那儿，没有多少政府敢拿经济自杀来换道德高地。事实上，在立陶宛高举友台大旗的同时，也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道路。2021年至2023年间，台湾连续失去了几个邦交国，尼加拉瓜、所罗门群岛、洪都拉斯等相继与台湾断交，转投北京怀抱，让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目减至仅存13个，其中每一例背后都有中国以巨额投资或贷款诱惑的影子。这也提醒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依然严峻，远非几个证明案例就能改变大局。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台湾依旧是一个敏感词，他们在官方文件中宁可绕着走，也不愿正面提及。然而，国际政治有时就是在这些细小的缝隙中产生变化的。立陶宛、索马利兰所带来的不只是实质关系的一点突破，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破冰效果。
它让世界看到，原来坚持一中框架并非毫无例外，原来只要有决心，还是可以找到办法体现对台湾的支持。这无形之中给了其他国家思考的空间和勇气。可以预见，在未来如果国际局势出现某些转折，比如中国自身陷入经济困境，国际形象下滑，那么势必会有更多国家评估，重新调整对台关系的利弊。到那时，立陶宛和索马利兰的先行一步将成为有力的参考范例。话说回来，台湾自身也在努力壮大实力，争取话语权。毕竟，国际政治终究是实力的比判。台湾今天能获得的支持，除了道义感召，更与其实力密不可分。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玩家，经济体量位居世界前茅，又有良好的民主治理与教育水准，这些都是吸引其他国家靠近的原因。如果台湾弱小不堪，再多道德理由也难以换来真心友谊。因此，台湾在巩固现有邦交的同时，也积极经营与其他国家的非官方关系，透过贸易、科技、文化等链接把各国拉近。当这张网络织得足够密时，证明台湾可能就不再是洪水猛兽，而会成为合乎逻辑的顺水推舟。最后，让我们回到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不是台北，是台湾。它既是对国际社会的呐喊，也是台湾人民发自心底的声音。对台湾而言，这5个字意味着尊严与认同经历多少风雨波折，终于有人在世界舞台上喊出了我们真正的名字。对那些勇于证明的国家而言，这5个字意味着坚守价值与独立自主，不向强权低头的勇气。对北京而言，这5个字无疑是刺耳的警钟，它象征着钳制真相的企图正在遭到挑战，皇帝的新衣终有被揭穿的一天。或许有人会说，几个小国的举动改变不了大局，国际社会主流仍承认北京政府对中国的代表权。没错，当下的现实依然如此。台湾要以完整主权身份重返联合国或获得普遍承认，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顺应人心之事，终将积少成多，润物无声地带来改变。今天，立陶宛、索马利兰站了出来，明天也许会有更多国家地区或明或暗地加入支持台湾的行列。当台湾2字不再那么洪水猛兽，当越来越多人民愿意直呼其名，那离真正证明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展望未来，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看到驻美国台湾代表处、驻日本台湾大使馆这样的名称出现在世界各地门楣上。也许有一天，奥运颁奖台上响起的将是台湾国歌，升起的是青天白日旗。而在达成那一刻之前，每一份勇气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次突破都值得被喝彩。立陶宛的坚定，索马利兰的友谊，将长存于台湾人的记忆，而那一句不是台北，是台湾，也将化作回响，激励着更多人替台湾发声。北京可以愤怒、恐吓、报复，但它堵不住所有人的嘴。当真理和多数民意站在台湾这一边时，再高的高墙也终会倒塌。台湾就是台湾，这简单的事实看似费尽周折才有人敢于直言，但正因其真实，迟早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让我们怀抱信心与耐心，继续努力奋斗。当下一次在国际新闻中听到某某领袖说出台湾2字时，请别再惊讶，因为这将成为常态。而终有一天，不是台北，是台湾，将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